大家好，我是面具人，各位观众朋友们，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吧？咱们有多久没见了呢？让我算一下啊，从昨天的节目到今天，面具人应该是有不到24个小时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大家想我了没有？面具人昨天给大家做的预判怎么样？大家还记得不？我说狗狗币的上涨力道不足，在0.36、37、38的时候，我已经在我的会员社区的专属帖子里面释放了买入信号了啊。目前狗狗币的价位应该是在0.42徘徊，甚至呢会更低一些。因为我在做节目没办法看到最具体的情况，我估计现在狗狗币应该是0.39左右。那这是不是印证了面具人我当时说的狗狗币的上涨的力道不足？0.5都是一堵墙，你别说0.5了，目前来看呢，它连0.45都很难突过去。你看，这狗狗币要上全球最大的交易所，这么大的利好消息，包括昨天台湾的交易所也有上线狗狗币的，这些都是很猛的利好消息。可是呢，你们看这狗狗币的涨势依然是非常的有限呀，而且力道是非常的轻微。而且呢，你们看好了啊，狗狗币的尽量的大单的比例不是很多。尽量大单的比例和散户的比例基本上是5-5开，也就是说，机构在这个时候只是在顺水推舟，趁势带节奏而已。有很多的散户，他们听到消息了以后，会觉得，哎呀，狗狗币要上 Coinbase 了，所以呢，狗狗币要涨，然后呢，散户就往里面冲，懂了没？机构只是顺着这个势往上推，所以呢，这个力道就不是很足。你们看啊，就连 Cake 蛋糕币都从19.2左右啊，一路突到了21块钱了。而且这蛋糕币还能挖矿，不但币涨了赚钱，你挖出来的矿卖了还能赚钱，挖出来的矿币涨了以后卖了更赚钱，对不对？可是你们仔细观察，这个蛋糕币它并没有享受到什么大的利好消息呀，对不对？可是它却依然强劲。目前来看呢，这个狗狗币已经在0.42横盘了一天了，可能在刚才又跌破了0.4的这个点位，目前可能在0.39左右。那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会吸引不少散户入场的，因为大家会觉得，哎呦，马上要上 Coinbase 了，这个下调呢是一个抄底儿的好机会。而且呀，也会有很多人，比如呢0.4以上的、0.45的、0.43的、0.48的这个区间内的冤魂盯着这个狗狗币的盘子想要解套。面具人，我告诉你们这部分的冤魂可不少哟。你看，一边有散户入场，一边呢还有散户解套，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趁势做波段的、套利的，这些人非常的多，可以说占了主流。那这样的话，机构上拉的成本就会增加。所以呢，面具人，我对狗狗币上涨力度的信心并不是很高。我昨天的节目也已经提醒到了，前路是七煞凶局，对不对？每走一步，大家都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大家今天要仔细观察。昨天到现在呢，你们看狗狗币也爆掉了不少合约杠杆反指标嘛。然后呢，那些庄家呀，甚至是一些高官、政府人士他们会利用媒体放风带风向，爆完合约杠杆了以后，然后呢拿这些货继续砸盘爆现货韭菜。现在狗狗币要上 Coinbase 这个消息，只要是个玩币的、玩狗狗币的人都能知道。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都能知道的消息，这些聪明的庄家，他们有大数据的庄家能不知道吗？这个时候玩狗狗币的人看 K 线的人肯定很多，各种群呀，各种同温层呀，他们互相的发布一些小道消息，互相取暖。而这一点呢，就很容易被庄家利用。庄家们也知道你们现在正在盯盘呢，好呀，你盯，我就给你画点阴线，吓唬吓唬你。刚才呢，就有一波大的放量，吓唬韭菜，赶紧跑。但是面具人，我看到了这些放量了以后反而让我增添了一些对狗狗币的信心
这 Coinbase 还没上呢，这个砸盘就已经开始了，有很大的可能啊，可能是过半的可能，就是庄家啊在上之前啊还想再砸一砸。不过呢，无论如何，面具人建议大家不要掉以轻心，解套、盈利、亏钱，以狗狗币目前的这个局面来看，机会是转瞬即逝。如果你抓不住这个机会，你判断失误的话，那你有可能就是亏，你有可能就是没有足够的盈利，你甚至有可能就是该到解套的范围内你没解掉套，留给大家的就只剩下后悔了。这是狗狗币的消息啊。除此之外呢，面具人还要给大家郑重的宣布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消息，那就是面具人昨天的节目也说到了，共产党是不会傻到在6·4这个敏感时期去搞什么金融灾难的，制造金融难民的，反而呢，为了对冲煞气，共产党还会在6月3号、6月4号的前后几天释放一些利好消息，这不可又让面具人我说中了。发改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节能监察工作的通知，监察对象暂未涉及加密货币挖矿。发改委呀，这算是最高级别的指令了吧？国家发展改革委员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节能监察工作的通知。根据重点监察的内容显示，主要监察的对象包括一、近2年开工建设和竣工投产的2高项目；二、钢铁、焦化、有色金属、火电、石化、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的重点企业；三、工业企业、大型工建、商场、超市、公共机构等用能单位；四、年综合能源消费数量达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以及地方节能主管部门指定的其他用能单位；五、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综上所述，监察对象暂未涉及加密货币挖矿。听好了啊，最后这句话是单独强调出来的。党的话大家要会理解哦。我们来梳理一下时间线啊。6月2号的时候，四川省能源局约谈各个电力单位、挖矿企业，磋商一些具体意见，然后呢就释放利好了。你们看图。会议结束，四川水电能源过剩，在丰水期可以挖矿，欢迎广大矿商来洽谈，电费低于0.3元到0.2元，支持正规矿商，杜绝企业单位参与挖矿。大家该追的抄底儿的就赶紧吧。是不是和面具人我昨天说的一样？接下来会有很多的利好消息。等于说啊，这个共产党在6月2号的时候就已经释放过利好消息了，然后呢，就在6月3号，也就是今天，发改委最高的指示出来了以后，他也没有抨击加密货币。其实党的作风就是这样，你们可能没有在组织内混过啊，你们可能不太清楚共产党他这个说话的作风呀，这个逻辑习惯呀。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在这种风口浪尖，大家都希望共产党惩治加密货币的时候，可共产党还却不点名批评，那就是默许了。听懂了没？加密货币这种东西啊，你们要想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那就是政府能够控制媒体，能够控制这些网络博主、明星带节奏。比如他想唱涨，那他就唱涨带人入场，唱空就唱空，骗人割肉，这些节奏都是政府可以直接控制的。我告诉你们，加密货币是高度中心化的。什么去中心化这种词儿啊，是骗那些刚入门的傻子小白的，知道不？政府能控制所有的中心，就这样呢，就很容易能够把韭菜白花花的人民币、美金就给收上来了呀。币圈靠的啥啊？它的涨跌靠的是啥嘛？不就是消息嘛？不就是这个老百姓心中的信念和信心嘛？对不对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政府为啥要停止它呢？对不对？政府只需要控制几个小网红，控制几个明星，
控制几个公知，在微博上骂一骂，吹一吹，这个币的涨跌就都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了。那你说他为啥要弄死这个玩意儿呢？对不对？政府既然是能控制的东西，能利用的东西，能帮他回收资金，能帮他吸收超发的货币的这么好的东西，他为啥要搞死呢？没必要吧，是不是？就连印度政府他宁可打脸，他也是要继续允许加密货币交易的，对不对？尤其是你看印度现在经济越来越不行了，疫情很严重，他就更需要这种互联网虚拟金融了呀，对不对？今天面具人给出大家狗狗币和 Cake 的操作建议是，我建议大家在凌晨之前就要多多观察，如果狗狗币无法上升突破到 0.45， 而你恰好又急着用钱的话，想要解套的话那比如 0.3 多入场的人就可以考虑止盈了， 0.4 左右入场的人就可以考虑先解套了。你们想嘛，如此劲爆的消息，狗狗币上 Coinbase 呀，这么好的消息，可是呢，狗狗币还却那么的疲软。如此疲软的话，那我们就要看看是不是要等到下一个好的利好了呢？要等到 Coinbase 除了 PRO 以外全面上线狗狗币，能不能够带来更大的刺激了？目前只是上 PRO 版本嘛，这还不是全面版本嘛，对不对？说不定后面还有利好呀。但是呢，这也暴露出来了狗狗币一大弊端，那就是只要这个狗狗币不涨它就是亏钱。而且狗狗币的上涨下跌完全是靠消息节奏和风向，它没有自己的生态圈，它和 Cake 还不一样Cake 如果说横盘跟狗狗币同时横盘狗狗币也横盘 Cake 也横盘，但是呢Cake 每个月能挖出来 10% 左右的矿，而狗狗币则很难产生被动收益。也就是说，同样横盘一个月，算上通货膨胀，那狗狗币是比 Cake 要亏很多的，除非狗狗币有消息能爆拉它。但是咱们退一步再来想一个问题同样的有利好消息，那放在 Cake 身上也是一样的呀，有利好消息也能把 Cake 爆拉上去嘛，对不对？所以说消息这一点对狗狗币来说并不是核心竞争力。同样的，很多人说狗狗币可以用来支付特斯拉支付这个支付那个，货币具有支付属性，并不是核心竞争力。你说的这种东西支付属性任何一种币都可以完成，所以呢这也不算狗狗币的优势。所以呢，各位持有狗狗币的人应该谨慎考虑一下了。包括面具人我自己因为他现在他的消息力度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不管马斯克喊单还是各种各样交易所的利好，都已经对狗狗币的刺激效果是越来越差，耐药性是越来越大，对不对？反过来呢，我们看 Cake 目前的涨幅很凶猛，它一直在20左右，很难下去。所以呢，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没有 Cake 仓位的人呢，我建议你们可以在这个点位19、20之间先尝试性的建仓，先熟悉一下如何操作 Cake， 如何玩 Cake 挖矿。所以呢，我建议初步试水先50颗到100颗左右吧。那么具体 Cake 的网络质押挖矿的教学，我的会员群里面有。最后呢，再给各位强调一下币圈它就是高度中心化的，币圈所有的变量都是可以人为操纵的。所以呢，观众朋友们，你们就不要太沉迷于什么这个 K 线那个 K 线的了。我之前的那期节目都已经讲过了，几十种币的走势都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哪种线，哪个线都是人家给你画出来的，哪个线都是人家画出来用来操纵你的心理的，你还研究这个那个干啥嘛？有啥意义嘛？玩币你们记住只有2条，一，要么你有准确的一手消息，你有准确的消息你是稳赚的；二呢，要么就是赌心理，算准庄家的行为逻辑，踩准点位，
你才能赚钱。至于其他的什么划线呀，这个线呀，那个 K 线呀，什么这了那了的专业技术指标呀，那些东西都是画出来给你看的，包括那些什么托儿啊，给你讲一些什么高深莫测的专业词汇，然后呢就用来割你的韭菜，你能信就证明你蠢。哎，面具人我也会呀，专门讲一些专业的术语，这个那个，让你觉得哇，好牛逼呀，好专业呀，专业的金融分析大师呀，好，跟着他走准没错呀。然后呢，然后你就被骗进去了，被那些联合币商老板平台的那些什么博主呀、网红呀、公知呀，哎，把你搞进去，让你投资，让你说，哎，今天有消息了，做空，好，大家一起抛，做空，抛了，你傻逼了，就这么简单。或者呢，哎，有消息了，涨，好，你买进去，完蛋了。然后嘞，然后人家半毛钱跟你关系没有呀，对不对？人家可以配合平台，配合币商，甚至这些交易所的老板啊，交易所的这些高管也有和面具人我接触的，这些套路我都知道嘛，联合收割、扎针、爆仓，对不对？后面的数据，后面的这个人头啊，带团队啊，怎么玩，这些我都是知道的啊。这后面啊都是有套路配合好的。面具人的会员群里面就有好几个人啊，都是在进入我的会员群之前吃过这种亏了。网络空间真真假假，就连底下的留言点赞你都很难核实，对不对？底下一大堆的留言拉托，哎，你能看出来吗？你能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吗？一夜暴富的神话存在不存在？存在，但是呢，你没有那种中彩票的运气。币圈能不能赚钱？能，但是绝对没你想象中的那么暴富的赚钱。面具人我一直都给我的会员要说，做人不能贪，做人要稳，有的赚就好了嘛，对不对？总比你一贪心亏没了要好。面具人指导这个买币，或者说是分析政治局势、分析金融局势的战绩啊，大家可以看我往期的视频，再对比一下时间点，就能知道我的实力了，对不对？啊，我可不是说像那些什么网络骗子啊，我不要脸了。虽然说我戴个面具，对吧？但是这也是我的品牌呀，对吧？我不可能说是啊，我为了赚个几万块钱和这些什么币商呀，和这些交易所的高管呀联合起来设局，对不对？带团队，对不对？面具人的会员里面啊，大家都应该能知道我这个人啊，我是不带货的，我也不带团队，我也不操纵什么套路，我也不做什么广告的，知道吗？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大家分享、学习、交流信息、学习知识，找准买入卖出的时间点的一个好地方，并不是说啊强制谁服从、遵命、收到、买、冲、上。咱不是搞传销啊，咱也不是搞那种诈骗啊。哦，对了，顺便紧急的通知一下大家啊，目前呢有网军、黑客、骗子冒充面具人。我本人的邮箱呢都已经被黑客给黑进去了啊！当然了，他黑进去我也无所谓，反正我的邮箱都是花钱买的小号，对不对？但是呢，我要在此特此的通知大家一下，以后联系我的话，我的邮箱地址变更为了屏幕下方你们一会儿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新邮箱。我之前的邮箱作废了，一切都以面具人频道公布的联系方式为准，其他的联系方式都是骗子，有好多骗子啊。就是注册了跟我几乎一模一样，就差一个字母一个数字的那种邮箱，仿冒我，然后呢很多人发邮件就过去了，被骗了。还有呢，节目的评论区我也会关闭的，因为呀有太多的骗子在我的频道下面诈骗了，我实在是没精力24个小时盯着他们删帖子，他们的小号也是删不完的，你今天删完了，明天他又注册了，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呢，为了保护大家的财产安全，这个我的留言区呢就暂时关闭了。
大家有想要和我交流的话，可以给我的新地址发邮件。哎，你说这些人搞笑不搞笑？掏钱的时候，被骗钱的时候不找我，这个钱已经被骗完了以后才来找我。所以呢，为了保证大家的财产安全呢，咱们的这个评论区就暂时先关闭。如果大家想要找我，就直接给我发邮件。那么已经加入实战会员群的朋友，请再次给我的新邮箱发邮件，附上会员截图，可以办理入群啊。最后提醒一下大家，网络世界真真假假，假的多，真的少。一个博主的播放量、点赞、留言有多少水分，我相信你们有点智商的话，应该是自己能脑洞算出来的。干啥嘛？1万的播放量，2000个赞，2000个人赞，只有20个人踩，只有10个人踩啊！2000个人给你点赞，咱也不说10%了啊，5%也得100个踩了吧？啊，你们去看一看啊，网上的这些博主啊，谁在下面清一色的留言啊，带节奏拉托，那些点赞爆高的，只有点赞的没有点踩的，几乎没有点踩的啊，那个播放量啊和点赞都是10:1甚至10:2的，你们就应该能想明白这中间的套路了。说实话啊，面具人我都是真实的流量，你面具哥啊，在这个行业内啊，在这个文宣啊、金融知识分析啊、时政类的博主啊，论真实实力啊，那真的是牛逼。如果大家有想要加入我们的会员的话，屏幕下方的内容简介区有我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和我联系，点赞、订阅、转发这个视频，并截图发给我，就可以获得专属的会员优惠哦。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剩下的呢，我们会员群里面再聊，拜拜。